超粉阿离正在撕裂云顶，这个阵容的出现与普及足以改变原有的游戏环境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8级启动，滑水上九的时代即将宣告终结。不是天胡或者大连胜强经济，上九的风险与收益将逐渐失衡。虽然大成95依然是上限最高的阵容，但是很难大成的啦。音浪永恩作为95的 counter 选项，应95而生，也随95而褪去颜色。怕控制、怕爆发、怕顶级坦克，无一不是永恩的软肋。不过恶魔契约或者连败胡牌的局依旧可以考虑。EZ 将重新和新之刚绑定，不之刚的前后排 EZ 强度一定不及超粉战士，所以谨慎选择。当然，你可以把 EZ 融进超粉，成为超粉 EZ 战士。格局已定，是选择内卷还是选择关注猫咪，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差开始享受？答案显而易见。这期视频主讲如何破局。首先是源于超粉但又有别于8D 超粉的三姐妹：真商塞纳、萨勒芬妮、法师露露。别人都削弱，那我就又行了。为什么能玩以及怎么玩，后面会细说。除此之外，新概念卡牌还有版本的隐藏真神、真实伤害转万物也会一一带给大家。开始吧。第一套真商塞纳，塞纳的装备不挑也不关键，但塞纳的数量以及是否有同行很关键，不建议纯连败去玩，而是你在玩超粉阿离正常过渡的时候，恰好嫖到了2张级以上的普通塞纳。加上天选后有5张级以上，那么你的阵容选项里就多了一个塞纳。此时观察场外，确定没有同行就可以冲。刚需塞纳天选，2费阵容标准节奏，6级慢地3星上8。塞纳没有加强，但为什么能玩了呢？首先，塞纳缺乏单点突破能力，害怕大肉的阵容，而主流的大肉阵容95的环境正在消退，在环境上利好塞纳。此外，这套带阿离真伤阿卡丽的拼法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阵容的缺陷。专属的强化符文闪耀夺目很强，玩真伤系列的阵容看到它就可以宣布了。第二套萨勒芬妮，和塞纳一样的定阵思路与节奏，属于超粉 flex 过渡时的优秀备选跑路方案。芬妮一直可以玩，尤其是在对阵扎堆吃迪斯科的对手时，优势尤为明显，一个大招就能爽打一波 AOE。途中唢呐的位置可以是露露，尤其是如果选择了经济类或者地牌类强化时，考虑多追一个3星露露。如果是法师天选的萨勒芬妮，情侣的位置可以是阿卡丽，保留5 KDA 5法师的基础羁绊。这时候最好做一套阿卡丽的装备了。超粉芬妮给的是帽子，所以自己做的2件装备最好都是启动。强化符文方面，有助于启动的灌注以及原计划上行链路都不错。第三套法师露露，超粉阿离 flex 的第3个跑路赌狗方案，适用于经济容错比玩超粉阿离的同行弱，上榜后大概率敌不过同行的对局。在同等运营的情况下，选择3费的吃分概率比选择4费阵容更高，选择4费又比选5费阵容更容易吃分。相应的，赌低费阵容如果地牌不顺，那么上限也会比玩高费的低。要规避这种不顺，手里最好是抓2到3张普通露露，配合天选能很快出3星，后续提人口补上限才能和高费阵容对阵。7级慢地3星后上8，2星阿离和前排的3星艾克妮可是上限。第4套新概念卡牌，在新的阿离4费环境里，卡牌绘图重生，依然是你玩超粉阿离 flex 考虑的 Plan B。只要你没有合成太多的战士装，比如银血泰坦正义无尽，并且卡牌机器有装备，那么8级搜的那一波如果有卡牌或者布里茨的天选，就可以考虑这一套。卡牌同质量不输超粉战士阵容，并且具有更高的上限，可以慢慢转成95。相对而言，超粉体系一定程度上和传统95的牌组互斥。奇安娜和塔里克是自由位，可以换其他任意的质量卡。娜美的上位替代是炸弹人。因为现在环境主要是8级搜牌，所以卡牌对5费要求不高了。可以看到情侣的位置变成了阿离，养2个 C 位，能打超粉阿离的同时还能抢他们的阿离，岂不美哉？第5套真伤转万物，前提是你能搞到一个真伤转。真伤转是隐藏的版本答案，有转基本就前3了。2阶段前3个回合如果烂掉，也就是说没连胜质量，换不掉怪，合不出装备的时候，那么可以考虑卖血拿铲，铲子加大件合成真伤转，就像 9.5 的 IO 转一样，吃分稳又简单公式。图里第1排是核心卡，奇亚娜没来就开4真伤，来了就开6真伤。4真伤约等于全员 1.2 个巨杀，6真伤约等于全员1个光巨杀。第2排是可选的前排义子，不用管羁绊，2星就是质量，没有的话用2星3费前排暂替。最后1排是可用天选，这些天选带真实伤害转职加输出装，最理想的是阿木木、杰、阿卡丽的天选，如果没有，那么凯特琳、佛耶哥、伊泽瑞尔都可以在4阶段暂用一下。特别说一下杰的装备，夜刃水银这些理解都落后了，杰的神装是银血银血银血，科技枪科技枪科技枪，正义正义正义。有吸血就等于有坦度，有坦度等于活得越久，活得越久就等于有伤害。杰这张单卡的数值是超模，什么无金破亚弓这些不需要，多余且占了出吸血装的格子。哦，对了，血手也能出。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些阵容都能带阿离。
硬要说可以算是嘲讽阿狸的进阶辩证，所以看似花样多了，其实还是阿狸之意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